我一定快点跑完。老婆，你等着我。黄泉路。时间7月15日14点14分，一名外卖人在黄泉路口被撞身亡。下头男，你找死啊！这可不是一般的报纸啊！每天的头条，哪怕没有发生的事儿，这张未来报纸上都有的。没有发生的事情就会从未来报纸上消失。这张报纸竟然真的可以预测未来。哎，这大爷好像犯病了，这什么样啊？要服你服吧，我才不服！万一是讹人的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爷，你怎么往我车上搞啊？呀，什么？你要10万？可是我没有撞到你啊！各位大哥们，我好好开着车，大爷自己往我车上扑，还管我要10万，我哪有这么多钱赔啊？我去，原来是碰瓷儿的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跟着碰瓷儿，社会风气都让你这样的人带坏的。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？这大爷是碰瓷的，可报纸上不是这么说的呀。说我来这套，我粉丝都好几万了，一人一口唾沫淹死。还有1分钟，大爷就没命了，人命关天，先救了再说。大爷，我就是一个小主播，就那么一点点粉丝，大爷您就放过我嘛。大爷，你赶紧起来吧！你看把那小女孩欺负的。赶紧拍视频取证吧，我们大家都给你作证。对啊，家人们，主播今天真的是倒霉了，这位大爷自己往我车上撞，还要主播赔10万。别拍了，大爷，你药在哪儿？我帮你找。小伙子，疯了吧？这老头碰瓷儿的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万一他讹上你，你赔得起吗？再不救就来不及了。大爷，药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就是一伙的，你们能不能少要我一点？我全身上下就5万块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放开！你再不给他吃药的话，他就没命了。那我这辆车都赔给你们。大爷，大爷，不是，真死了。大爷，大爷，这老头看着好像不是撞的。你懂什么？没看过演戏啊？他就是嫌美女钱给少了。这个都是证据啊！这老东西要是嗝屁了，全是这下头男害的。大爷，和老娘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大爷，大哥，你亲爷爷，你他妈快醒啊！大爷，大爷，你终于醒了。小伙子啊，你的力道好大。你以后就是我亲爷爷。快把药吃了。太好了，家人们，大爷没事啊！吓死宝宝了。看吧，我就说这老头好得很。都给我闭嘴！大哥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嘛？你装什么白莲花呀？还有你们，一个个不带脑子的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说屎香，你们也跟着去吃吗？你们刚刚差点害死条人命，知不知道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？我真是不活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个送外卖的，还敢教训我们？我送外卖的怎么了？我至少知道救人，哪像你们这帮畜生一样见死不救。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是敢造吧？龙城首富叶家到。爷爷，爷爷，拜见家主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这是青蓝实业总裁叶青柔，
他管这大爷叫叶家家主，那岂不就是叶家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龙国首富叶天啊？这怎么可能？叶首富资产万亿不止，他怎么骑电动车出现在这里啊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今天啊，你这小伙子你就见不到爷爷喽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秦欢。哦，秦欢。多谢秦先生救命之恩。多谢秦先生救命之恩。刚才你们不是说我叶天碰瓷儿吗？啊，还要伤害我叶天的救命恩人。叶首富，我一个小女孩，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的，那都是他们动手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操，你真是个白莲花呀！叶首富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我们都被这个白莲花给骗了。你们一群大男人在这欺负我一个小女孩，我这手机还录着像呢，信不信我曝光你们？我让你报！哼！你个下头男，你敢打我手机？你个臭小子！给我走，拖下去，教教他们怎么做人。叶总，我错了。小伙子，这卡里啊有200万。200万！谢谢你救了我这老头子的命，这点心意啊，你一定要收下。200万！真的吗？这未来报纸也太牛了，这会儿功夫就帮我赚了200万，难道我秦欢真的要逆袭了？现在这种社会，像你这种热心肠的人已经太少了。小伙子，我还想把我的孙女，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200万也就算了，叶首富还要把叶雨辰嫁给这送外卖的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叶首富，这卡我就收下了。至于跟叶小姐结婚这件事情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什么？难道我孙女不够好，配不上你？不，叶小姐很好，只不过我已经结婚了，孩子都有了，恐怕这不太合适吧。有老婆又怎么样？他可是叶轻柔，整个龙国有哪个女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啊？秦先生真是有钱有义，你们一家一定很幸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强求了。啊，这卡你收下，今后啊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就到夜市来找我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您的订单即将超时，请尽快送达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叶大爷、叶小姐，我先走了，下次见啊！一点一滴的记忆，叶，都是你的多好啊！可惜呀，爷爷，小心翼翼，只有我和你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。我操！我真发财了！不行，我得告诉我老婆。喂，老婆，我告诉你好消息。老公，老婆，你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没什么，我在和闺蜜按摩呢。你轻点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告诉你，老婆，我发财。我去，什么鬼？7月16日，豪天酒店8426房间爆出大瓜，一林姓空姐为了和刘姓司机偷情，给孩子服用不良安眠药，致使孩子心脏停跳。现在孩子已经被送到医院急诊。吴宇，不可能，小雪正和闺蜜在一起，怎么会偷情？还给小雨服安眠药，一定是这报纸弄错了。没错，一定是他弄错了。刚刚那废物突然挂断电话，该不会是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了，反正你不是早就想跟他离婚了吗？你还说人家刚刚打电话你还不听清？谁呀？外卖。刘轩又准备新花样了。老公，你怎么？这就是你说的，给我准备的惊喜。
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小雨，放心吧，他没事儿，就是为了几粒安眠药而已。几粒安眠药而已，他才7岁。林雪，你为了偷情给自己的亲生女儿下药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少在这教训我废物东西，连房都买不起。要不是你，我至于带着这拖油瓶过这么多年苦日子吗？送外卖的进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去你妈的！你他妈谁呀？秦欢，你给我住手！跟我动手，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刘旭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我好个屁！啊，他不会就是你那个该死的废物老公吧？你竟然为了这个人！你个废物，给我闭嘴！你知道你打的是谁？他可是腾龙航空的部门经理，龙国最年轻的机长刘俊。不就有几个破钱？我也有。有个屁！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你知不知道，刘俊1天的薪水就够你一个废物跑1个月外卖。算了，我睡了你的老婆，你也被开了瓢，我们2清了。听到没有，废物东西，还不赶紧感谢刘俊的宽宏大量？林雪，你真要和他在一起？不要小雨，不要我们这个家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会还幻想会跟我在一起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计划好，等我跟刘俊从马代回来，就跟你这个废物离婚。对了，知道哪里是马代吗？听都没听说过。别跟他废话，赶紧让他滚蛋！咱们呐，可别耽误人家送外卖了。能不能别让我吃药？我疼。小雨，你怎么样了？小雨，林雪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孩子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小雨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爸爸，我听见妈妈要和你离婚，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你妈她只是不要爸爸了，她不会不要你的。是不是小雨没好好喝药，让妈妈生气了？可是那药真的好难喝，小雨真的喝不下。小雨，你要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爸爸没用，没有照顾好你。你不是想看大海吗？大海？对，等你病好了，带你去看大海。我们去马代，去看大海。好。哇，爸爸，飞机真的好大呀！你要是喜欢的话呀，爸爸每个月都带你坐飞机，好不好？真的？对。可是那样要花很多钱吧？爸爸，你赚钱那么辛苦，我还是不去了。爸爸现在有钱了，以后啊，你想要什么，爸爸都给你买。来，欢迎乘坐本次航班。秦欢，怎么是你？妈妈，闭嘴！秦欢，没想到你都找到这儿来，你以为带个拖油瓶过来就会改变我离婚的决定？妈妈，你真的要跟爸爸离婚吗？没错，你赶紧滚，不要打扰我工作。妈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去旅游的。旅游？别搞笑了！你们知道这趟飞机是飞哪儿吗？那可是马代，1张机票就足够你爸这个废物跑几个月外卖。你从哪儿来的机票？还是商务舱？你从哪儿偷的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喜欢偷啊？我知道了，秦欢，你该不会是把房卖了，就为了在我面前显摆？那你可太天真了。你倾家荡产享受一次的东西，可是我和刘俊随手就能得到的。你这样做只会更显得你是个废物。我爸爸才不是废物，他明明对我们那么好。好个屁！你个
赔钱，我这么喜欢他，以后就跟着他过吧。都够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跟小雨离开你只会过得更好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呀？小雨，这都是大人的事，我们这次是出去玩的，可不允许哭鼻子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次 TL1414航班还有10分钟就要起飞了，请大家坐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。坐好。秦先生，这是您点的红酒。不愧是商务舱，真舒服。多亏了那张报纸，我才能带小雨享受这些。这是突发重大事故。腾龙航空公司已开往马代的客机 TL1414在起飞后，于龙城时间7月17日13点01分发生爆炸坠毁，机上人员无一生还。腾龙、马代、TL1414，这不就是我们坐的航班吗？这是未来报纸，这趟飞机马上要出事故。大家听我说，这趟飞机在10分钟之后将发生事故，机上人将无一幸免。先生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，请您尽快入座。你说什么？事故？好端端的，你干嘛逗我们？先生，请您不要开玩笑，我们腾龙航空飞机是经过严格检查的，绝对不会出现任何事故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小雨，对不起，我们这次不能去马代了，这趟飞机我们不能坐。先生，您刚才说这架飞机会发生事故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这张报纸，这是一张未来报纸，它可以预测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你看，10分钟之后将发生爆炸坠毁。你看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证据，未来报纸，神经病吧你！就是啊，还专门打印了一份报纸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我现在脑子很清醒，我说的所有都是真的。这辆飞机绝对不能起飞，要不然所有人都会死的。先生，请您保持一下冷静。我们这架飞机还有5分钟就要进行滑行了，请您立刻坐在座椅上，系好安全带。您放心，您所担心的问题绝对不会出现的。舱门即将关闭，乘务员请预位，进行起飞前准备。为了大家的性命，这趟飞机绝对不能起飞。你有完没完？我分分钟赚几百万，没时间搁你这儿待着，赶紧让！我告诉你啊，臭小子，要是因为你飞机误了点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机长，商务舱有乘客情绪激动，阻挠舱门关闭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秦先生，我说是谁在闹事儿，原来是你这个死龟男！机长，这位先生拿着什么未来报纸，非说这架飞机会发生事故，不让飞机起飞。你就是这架飞机的机长啊！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还有5分钟，现在立刻马上放所有人都下去，让飞机停飞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什么未来报纸，还发生事故啊？我说你就算想把你老婆领回家，也不至于编出这种瞎话吧？秦欢，原来你掏空家底就是为了演这么一出啊！那你可真是把我逗笑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小丑呢？我说这疯子怎么不让飞机起飞呢？原来是被老婆戴了绿帽子。看他疯疯癫癫的样，难怪他老婆把他踹了，这4个人都受不了啊！你们不要骂我爸爸，我相信我爸爸说的话。也就小屁孩能相信这废物说的话了。爸爸没骗人。绿毛怪，你的宝贝女儿都这样了，我劝你还是乖乖赶紧坐好，免得当着你女儿的面被赶下飞机。这辆飞机不停飞，我绝不可能坐下。一脸不要脸！安保，按住他！放开我！这辆飞机真的会爆炸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？我在救你们的命！我们用得着你救啊！赶紧归还飞机，别浪费我们时间！把这一家子疯子给我带走！不要动他！放开他！秦先生，你是说这架飞机会发生爆炸？叶小姐，就是因为这个报纸，上一次我就是根据这张报纸救下的你。你看，叶总，你千万不要信了他的鬼话，
拿着一个什么假报纸就说飞机会爆炸，是个人也不会相信。是啊，叶总，别跟那废物浪费时间了，赶紧让安保把他轰下去吧。叶小姐，现在距离爆炸还有3分钟，再不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相信我。各位，我相信秦飞说的话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我希望飞机停飞，大家一起下飞机，一切损失我叶轻柔10倍赔偿。哎，我他妈没听错吧？啊，叶轻柔竟然替开说话！叶总，就算你是叶氏继承人，也无权要求我腾龙航空飞机停飞。那就请刘机长开门放我们下飞机。你是秦先生的妻子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他呀就是个废物。我劝叶总裁，秦先生这么有情有义的人，竟然会有你这样的前妻。刘机长，我严重怀疑这样素质低下的人能否胜任腾龙航空空姐的位置，请立刻开除他。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如果刘机长不同意的话，我会亲自致电腾龙航空的董事长，向他质询这件事情。你好，你先跟他们下去。叶总，我这可是给你面子。没错，我们可不信那疯子说的话。叶总，您可要说到做到。不是，还真有人下飞机啊！啊，这群人穷疯了吧？看来今天之后，叶庆柔和这群人都将成为我龙国的笑柄了。这是你们最后活命的机会，你们当真不愿意下飞机？要不是叶总在啊，早就把你轰下去了！赶紧滚！下去，下去！别跟这么多钱，就因为你一个，抓紧时间。机长，已经超过起飞时间了。都是这个，立刻起飞！订婚，这就是你的报复吗？为了不跟我离婚搞这么一出！你不要打我爸爸！滚一边去！秦川，我告诉你，即便我不是空姐，这个婚我也别定了。林雪，我真后悔让你这个毒妇又捡回一条命。你说什么？还有3秒，快！刚才那个疯子说13:01分飞机爆炸，现在时间到了也没爆炸呀！哎，最离谱的是啊，叶轻柔居然相信那个疯子说的话，简直把叶家的人都丢尽了！马代！爆炸，估计也只有叶轻柔那种胸大无脑的女人才会信这种话。也不知道那个废物给叶轻柔换什么。机长真是英明。大哥，你帮我问问你那个废物老公，这个飞机怎么还没爆炸呀？啊？听到没有？你不是说会爆炸吗？这飞机怎么还飞得好好的？把我弄下飞机又怎样？我告诉你秦欢，刘军已经在马代开好了情侣大床房等我，待会儿我就坐下一趟飞机。妈妈，你别走，你别不要我们。叶总裁，你看看，这下可真是闹了个笑话。为了这么个疯子，带坏了叶氏声誉。叶总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放心吧，各位，我承诺大家的10倍赔偿，不会食言的。我知道了，飞机起飞延误了1分钟，所以飞机爆炸也会延误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胡说八道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 5、4、3，就算你数1000次、10000次，这个飞机也不可能爆炸。1。
机扔炸了。难道这个疯子真的未卜先知？这不可能！如果我还在飞机上的话，我现在已经……是你们自己选的死路，我尽力了。诸位 ，TL1414航班发生严重事故，请你们立刻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察，我举报，是他炸的飞机，是他炸的！林欢，你个王八蛋，为了不跟我离婚，把飞机给炸了，我打死你！你少在这发疯！我为你炸飞机，你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吧？你别狡辩了，就是你炸的，就是你！好了，有什么情况回去再说。一定是秦欢炸的飞机，害死那么多人，你们一定要给他判刑，判死刑！你的意思是有一个瘸腿老头给了你一张可以预测未来的报纸，所以你说飞机会爆炸？对。那张报纸呢？飞机爆炸的时候飞走了，应该还在机场。够了，那可是几十条人命，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？警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还在装傻充愣，信不信我？秦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叫我秦欢就好。谢谢你照顾小雨。小雨想回家。小雨乖，那等事情查清楚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？你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。你犯了这么大的罪还想脱身？我已经告诉警察了，飞机就是你炸的。他们一定会判你死刑，你死定了！你胡说些什么呢？叶总，你就不要帮他说话了。他现在是第一嫌疑人，你赶紧跟他划清界限吧。你们也只认秦先生，他可是救了你们的命。不对吧？我们是跟着你下的飞机，不能因为我们两个没被炸死，就说他救了我们的命啊！是啊，几十条人命，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！飞机不是我爸爸炸的，你们为什么要骗人？你这个坏妈妈！你这小畜生反了你！她可是你亲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管你屁事！这小畜生是我生的，我就算打死也是天经地义。叶小姐，别见怪，他为了偷情可以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喂安眠药，说出这样出声的话，也不足为奇。你都要死了还在这造谣，是不是造谣你心里清楚。我只是很后悔以前为什么那么傻，相信了你这个毒妇。你不是要离婚吗？好啊，现在就离。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爸爸，小雨，对不起啊，爸爸不能给你个完整的家了，是因为爸爸不想让你再受伤害了。但是以后我们会过得更好，你会支持我吗？爸爸，我支持你，我也不想要这个坏妈妈了。你这小畜生，等他死了，你可别哭着求老娘。警官同志，能给我支笔吗？总算是摆脱你这废物了。就算你害死刘俊，让我丢了工作又怎么样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手机里通讯录还有很多备胎，我随便勾一个都比你这个废物。对对对，想必家里的那些东西你也不想要了吧？一个破出租屋，一堆破烂，留着给这畜生，让他给你收尸吧。你站住，不要动，其他人都出来。你看，当地你的人来了。飞机不是我爸爸炸的，你们不要炸他。小雨别哭，叶小姐，帮我照顾一下小雨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证据确凿，谁也救不了你。秦欢，你死定了！站住！不是说了让你不要动吗？
我不要动。警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他炸的飞机，怎么抓他呀？我们已经获得确凿证据，飞机不是秦先生炸的。另外，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我们已经找到，你与刘姓机长在驾驶舱内发生不正当关系，玩忽职守，对本次事故负有严重失职责任。我们现在对你进行强制拘留，这是拘捕令，把他带出来，其他人可以走了。我解散了。等等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我就是在机场通行，但是我没有炸飞机啊！警官，你快告诉警察，飞机爆炸跟我没有关系。叶总，你快帮我作证，警察一定会听你的。小雨，乖女儿，妈妈错了，你快帮妈妈说说话吧。爸爸妈妈会坐牢吗？人啊，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他不是说了吗？只是偷情，没有炸飞机，所以说他去坐几年牢就出来了。不行，我一天牢都不能坐。秦欢，我是你老婆，你得救我呀！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已经离婚了。没想到警察这么快就找到了证据。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秦欢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以前呢，我是有眼无珠，错信了林雪，也让小雨受了不少委屈。但是现在离婚了，我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买房？是啊，以后啊，你就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啦。秦欢、小雨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改天你们去公司找我。好，跟姐姐拜拜。拜拜。走吧。赵叔，是你提供的证据。小姐，老爷出事了。什么？小姐，老爷已经度过危险期，你不要太担心。我爷爷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不是因为太担心我了？小姐，不关你的事。当飞机失事的时候，老爷确实很担心。当他知道你提前下了飞机，老爷就放下心，随后就派我调查这个事。结果，这是前朝地产的人，没想到你姑姑一家为了夺得叶氏大权，对你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。老爷他也因此被气到了。这群混蛋，我一定饶不了他们。小姐，咱们现在证据不足，不宜过早的跟他们撕破脸。马上叶氏就要召开股东大会，改选董事会。老爷的意思是，先拿下几日后竞标会的龙华湾项目，赢得叶氏大权，不给他们可乘之机。我明白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叶氏集团落入他们手里。可恶！要这个叶青柔躲过一劫。那个放炸弹的人呢？妈，你放心吧，已经处理了。那个叫秦欢的，这么想能救下叶青柔？对了，查查他的底细，看看他是何方神圣。是。爸爸，这套房好漂亮啊！好，那我们就要这一套。好。你好，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呀。林雪，妈妈，警官叔叔不是说你会坐牢吗？小畜生，看到老娘没事你很开心是吧？林雪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再敢碰小雨一下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真的好害怕呀，秦欢，你以为你能害我坐牢吗？先看看我们前世的答不答应吧。
你是叶首富的亲外孙，人潮地产的大少爷，叶氏未来的继承人。废物，怕了吧？叶轻柔正是我表姐，你救了她一命，我们全家可是对你感激的很呢。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爸爸，他是叶姐姐的弟弟。你这是要买套房送给你女儿啊？真是巧，我们也是来买房。小雪，你不是一直说想养条小狗吗？养狗？我看那套房就很不错，很适合用来做狗窝。刷卡。对呀，钱少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么丑的房子，养畜生最合适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这套房子是我爸爸先选中的。小朋友，谁先付钱，房就是谁的。没关系，小雨，我们再看看其他的。我看你们没明白本少爷的意思，这里的房我全要。林雪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怎么，现在后悔了吗？晚了，整个龙城都是我们钱少的地盘，想买房，除非你们滚出龙城，否则一辈子就住在那破出租屋里吧。平花，你别说本少不给你机会。看到那栋楼了吗？清水岸，龙城著名的烂尾楼。开发商跑路之后，整个空地上就只建了那么几栋楼，周围除了工厂就是垃圾站、养猪场，没水没电呀。不过好在价格便宜，需要多少来着？200万。这不是巧了吗？听说我外公刚给了你200万，正好用来买这套房。是啊，废物配烂尾楼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不是要买房吗？快买呀！或者你也可以去找我表姐帮忙，你刚救了她一命，我想她肯定会帮你的。不必了，这些房子留着你跟狗住吧。小雨，我们走。小雨，对不起，是爸爸没有。才不是呢，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好，小雨，我们再去找。我就不相信龙城这么大，我们找不到一套房。啊，爸爸，我们车上怎么有张报纸啊？报纸？我还以为这个秦欢是个什么人物，原来就是这么个废物。钱少，别管他了，我们去酒店吧，人家还没好好谢谢。这套房我要了。你还真要买这个烂尾楼啊？怎么，再不服气也不至于这么惩罚自己啊？我说这套房我买了。先生，你确定吗？这房虽然说是烂尾楼，但也要200万，一经售出，概不退换。刷卡。我原来以为你只是个废物，没想到你是又废又蠢的，倾家荡产就买这么个烂尾楼。真是，有再多200万也救不了你这条烂命啊！7月25日下午5点，龙城宣布将城市重心转向城西，清水岸即将成为龙城未来中心，涨幅超过100倍。7月25日下午5点10分，原龙城帝王龙皇湾项目价值暴跌，出现腰斩。今天5点一到，200万就是2个亿。瞧给他乐的，这么喜欢烂尾楼，清水湾剩下的地皮今天下午就要竞拍。有本事你全都给买下来呀！真的？不是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不会是真想买吧？再怎么是烂尾楼，也要几亿资产，他个废物买个屁呀！本少竟然为了你这么个疯子，浪费这么多时间。走吧，宝贝儿，本少带你去竞标会，让你看看什么叫龙城帝王龙皇湾。谢谢钱少。
这是我逆袭的绝佳机会，我一定要抓住。龙皇湾对于我们青蓝实业和叶氏来说意义重大，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拿下。叶总，秦先生求见。秦欢，快让他进来。叶小姐，秦先生，这位就是秦先生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让你停止竞拍龙皇湾项目的。停止竞拍龙皇湾？秦欢，你可知道龙皇湾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只知道龙皇湾项目必亏无疑，我建议你转投城西清水岸。一派胡言！你救了我们叶总，本来呢我不应该在这儿无礼，但是现在竞拍在即，你却在这信口开河，动摇人心，你究竟是何居心呢？清水岸，你让我们转投城西那套烂尾楼，你当我们股东都是三岁小孩吗？秦欢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我需要一个理由。叶小姐，你还记不记得飞机坠毁前我的那张未来报纸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又……总之，你相信我，只有停拍龙皇湾，转投清水岸，青蓝才能避开危险，重焕生机。荒谬！龙皇湾项目只有升值，绝对不会暴跌的。对啊，叶总，商场不是儿戏，你千万不要听他的。对不起，秦欢，龙皇湾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叶氏来说很重要，我不能听你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借你10个亿，让你以私人名义参加这次竞标会。不瞒你说，我和我姑姑正在竞争叶氏，如果青蓝竞标清水岸，前朝地产肯定会极力阻止。只有你以私人名义参加这次竞标会，这个清水岸项目才不会落入他们手里。谢谢你，叶小姐。叶总，你疯了！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，你居然要借给他10个亿！我们和前朝的资金体量相当，如果将来要是因为这10个亿而丢了龙皇湾的项目，你将来你拿什么去竞争股东大会？对啊，叶总，拿不下龙皇湾，我们满盘皆输，叶氏大权也会落在外人手里。老家主身在定州，你千万不能胡来啊！不要再说了，难道我和我爷爷2条命，还抵不上这10个亿吗？秦欢，上一次我因为相信你，所以捡回了1条命，这一次你也一定不要让我失望。叶小姐，我秦欢对天发誓，你借给我的钱，我一定100倍奉还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哼！什么？叶轻柔竟然犯下如此大错！这不是就把龙皇湾拱手让给我们了吗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叶轻柔啊，如此糊涂，根本不配做叶氏之主。叶总，以后啊，我都支持前朝了。哼，明智之举，赶紧把这消息传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叶轻柔已经输了。是。从此以后，叶氏是我的了。一科、兆达、新卫源，龙城大大小小的地产公司可都来了。今天竞拍的是龙皇湾地皮，这可是龙国的帝王项目，在座的大佬哪个不想分一杯羹啊？看来今天一场龙争虎斗是避免不了了。前朝地产代表人钱其道。哎呦！快！哎呀，钱少！哟，野女竞标好风流啊！看来钱少今天是志在必得。我们都听说了，叶轻柔竟然给一个送外卖的10个亿，我看竞标会可以结束了。只有钱少这样的青年才俊才配做叶氏的继承人啊！没错。总之，今天我们前朝吃肉，你们喝汤，大家都有钱赚。全场封对。青蓝实业代表人叶轻柔道：表姐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
今天竞标会这么浩大，我身为青蓝实业的总裁，怎么不缺席呢？叶总裁，好久不见呀！是你，天琪，你的口味还真够独特的。比不上你，找了个无脑又废物，还带个拖油瓶的外卖员，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堂堂的龙国女神，竟然这么饥不择食。玩玩就算了，居然还给了他10个亿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么劲爆的消息，你以为能瞒得住？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。现在这竞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个外卖员人呢？该不会是携款潜逃了吧？各位来宾，竞标会马上开始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送孩子上学来晚了。你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一个废物而已，你们还是输定。金欢，我说你这废物脑子还真是有病啊！不赶紧卷了钱逃跑，还敢来这儿，还整了这么一身破烂。你以为穿成这样就能遮住你身上的穷酸味儿？一个野鸡都能装凤凰，说不定我这咸鱼也可以翻身呢。金花，你真是给我逗笑。你穿个破短裤也就罢了，我们过来参加竞标会，开的都是宝马、奔驰，最差的也是马自达。你开个电动车过来，我看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这竞标会。主持人，这里有规定说不能骑电动车参加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们虽然没有这种规定，不过我们是需要验资的，1亿以上才能参会。1个亿啊？那我有。验资通过。拿着借来的钱在这嘚瑟，这些钱可是要还的。好狗不挡道，可以让开了吧？现在我宣布，龙城竞标会正式开始。龙城竞标会正式开始。成交。成交。成交。没出息的东西，跑这儿来蹭吃蹭喝了。杨姐，你就把10个亿借给这草包啊？你不会真相信他说的，以为清水岸那块烂尾楼能比得上帝王龙皇湾吧？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把10个亿要回来，以免到最后如兰打水一场空啊！谢谢提醒啊，不过谁能拿下龙皇湾，待会儿才知道。各位来宾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！接下来是我们本次竞标会倒数第2件竞标品，也是最万众瞩目的一个龙城未来中心帝王龙皇湾。相信各位老板已经等不及了，龙皇湾项目正式起拍。龙湖地产出价20亿，恒盛企业出价25亿，30亿，35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皇湾。叶小姐要是拍下来，那可真要损失惨重啊！龙湖集团出价60亿，竞标价已经60亿了，战况激烈，哪位老板没有出手的，不要再犹豫了。一群虾兵蟹将，以为区区几10亿就能拿下帝王龙皇湾。表姐，这些前菜都已经上完了，接下来该正式收场。前朝地产出价100亿，不愧是前朝，将竞标价直接抬升了40亿。哪位老板出价能超过100亿吗？表姐，怎么还不出价呀？难道是知道自己输定了，提前认输了？青蓝实业出价200亿。
太夸张了吧！不愧是龙国首富，叶氏继承人的底蕴啊！青兰跟前朝都是叶氏子公司，二老相争，这下竞标会好看了。200亿，那叶小姐可就要亏100亿了。表姐出价好凶啊！不过叶氏继承人不止你一个。前朝地产出价201亿。还好有这两个蠢货在。不好意思啊，表姐，玩的小一点，只比你出价多1亿。青兰实业出价300亿，前朝地产出价301亿，青兰实业出价400亿，前朝地产出价401亿。贤妻，什么意思？每次出价比青兰多1亿，分明是在故意针对。这话是怎么说的？竞标嘛，本来就是价高者得。如果你们青兰有本事，就继续加价呀；要是没钱，就趁早退出龙皇湾竞标。你没钱就别在这鬼叫。你说的对，价高者得。既然就是我们两方，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。990亿，我倒要看前朝到底能不能拿得出这么多钱。等等，叶小姐，不能再拍了。叶小姐，听我的，把龙皇湾让给他。青花，可是这个对我们……你个送外卖的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权利？你屡屡阻挠我们竞拍龙皇湾，我看啊，你分明就是前朝派过来的奸细。没错，奸细。青花，真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废物也有识时务的一天。这你们可就错怪他了。这个废物说的没错，如果青兰真的有1000亿的话，那我们前朝真有可能不是对手。不过很可惜呀，叶轻柔把其中10亿借给了这个废物，让我们前朝正好压你们一刀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今天就让你这个废物好好的见识一下。前朝地产出价991亿，不用再出价，龙皇湾得了。991亿，龙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竞拍价，还有人继续加价吗？表姐，没钱了吧？谁让你把10亿借给这个废物？龙皇湾是我们前朝的。991亿第1次，991亿第2次，991亿第3次。恭喜前朝地产赢得帝王龙皇湾。991亿，这个价格已经超过龙皇湾项目本身了。更多的是青兰实业跟前朝地产2个叶氏巨头的较量。叶轻柔输了龙皇湾，看来也是要变天了。叶总，我都说了，你别把这10亿借给这个送外卖的。这下好了，龙皇湾项目丢了。都是你一意孤行，下个月就要召开股东大会，到时候叶氏怎么办？早知要让前妻一个外甥去掌管叶氏。股东大会那边，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。交代？叶氏大权要是旁落，你拿什么交代？没错，叶轻柔犯下如此大祸，已经不再适合执掌我们青兰了。现在我提议立刻罢免叶轻柔青兰总裁的职务。对，直接罢免叶轻柔。女人就是你，你如果不跟这个废物瞎搞，怎么会弄成今天这样？我劝你还是赶紧找个人嫁了，在家带孩子吧。叶氏，我们钱家是会请你好好照顾。亏了几百亿还能笑得出来，我真替你感到悲哀。子花，你的意思是？叶小姐，青兰不光不会亏钱，而且我会让你巨赚一笔。你这废物还在胡说八道！要不是被你蒙骗，我们叶氏何至于此？交出10个亿，滚出竞标会！没错，滚出去！我是来竞标的，想让我滚，还没有这个资格。还竞标？你还真不是自己的钱无所顾忌。希望你还钱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。还有10分钟，我也想看看你面对几百亿的亏损，是不是还能笑得出来？不知所谓。主持人，
那就随着这个公子的愿，开始竞拍吧。本次竞标会的最后一件竞标物——清水岸地皮，起拍价5亿，现在开始。清水岸烂在城西有几十年了，1个亿我都嫌贵。那个破地方只能拿来养猪，谁拍到就等着烂手里吧。既然没人出价，我出5亿。清欢，叶小姐，你忘了飞机上的事了吗？相信我。钱少，上次飞机上的事儿就被这废物蒙对了，不会这次……龙航湾在手，我会怕他。这样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本少就陪他玩玩。我们钱少出价5亿01万，秦欢，不管你想耍什么把戏，我们都不会让你出面。虽然本少对你看的那块地皮没有任何兴趣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本少就是有钱，不管你出多少钱，本少都比你多1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生气啊？还有5分钟，到时候新闻一曝光，清水岸肯定被疯抢，我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。姓钱的果然钱多，几亿拍个烂尾地皮，我出10个亿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区10个亿也在这装模作样。可惜呀，本少现在刚好也剩了10亿，10亿01万。怎么样，废物东西，你还有钱上吗？这废物除了骗来的10亿，穷鬼一个，1万就能压死他。那真是抱歉了。秦欢，我再借你10个亿。不是吧，叶轻柔，都已经被骗了10个亿了，还要上赶着给他送钱呢？叶总，你要不然去医院治治吧，好歹你也是首富孙女呢，非要跟一个废物在一起吗？叶轻柔，你的总裁职位已经被罢免了，你无权动用公司的钱。不错，叶氏声誉不能被你再败坏了。表姐，你已经输了，我看你还是体面一点，不要再丢人现眼了。如果没有人继续加价的话，清水岸地皮就将归钱。等等，我想问一下，房产可不可以作为资金参与竞拍？可以，不过要在购房基础款上打5折。好，我这套房子200万，作价100万，总计10亿100万。想玩是吧？我梭哈，来呀！真是笑死人了！你以为拿个破房子就能打赢本少？本少名下房产过万，这种房产证都能砸死，跟到底狠，你也配？搞耍嘴皮子，有能耐就卖房加价，没能耐就夹起尾巴来乖乖闭嘴。这是我名下的一套别墅，市值2亿，作价1亿，总共11亿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在这说相声呢，比比叨叨，这举牌啊，你不会不举吧？公司要成全你。我说10亿。等等，钱少，他是在故意激怒你。秦欢，想让钱少花高价拍下烂尾楼，然后你拿了钱还了之后全身而退。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废物在想什么吗？原来如此，本少差点让你这个废物给骗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快出价呀！不会堂堂前朝大少爷要输给我这个送外卖的吧？还想激怒本少？本少可不会上你的当。买下这么一块破烂地皮算什么？还不如让你背上10亿的巨债。哦，不对，是10亿100万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块地皮，那本少就送给你了。10亿100万1次，10亿100万2次，10亿100万3次。恭喜这位短裤先生，我姓秦。恭喜这位短裤秦先生赢得清水岸地皮竞标。不是，这个破地皮几10年都没卖出去了啊！
今天让这风给开开了，哎，谢谢，还烂尾地皮，这10个亿还得拿命去还，可不是嘛！废物东西，还想算计本上？这下你死定了！叶总裁，快安慰安慰这废物吧，他要是哪天想不开自杀了，你那10个亿可怎么办呀？喜欢，你放心，这10个亿我会帮你解决的。叶小姐，我们赢了！叶小姐，我们赢了！赢了！赢了！你这个废物都要死，你赢什么？内套，我应该感谢你，是你舍己为人，把亏损留给了自己，把赚钱的机会留给了我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你快将手拿开！李雪，我也要感谢你。虽然说你心如蛇蝎，不是个东西，但是你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阻止了这个孙子拿下这块地皮。感谢。滚远点，这个疯子！没关系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所有大佬，给了我这次逆袭的机会。我穷了几10年，这次我终于要起飞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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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不是，这拍个烂尾地皮跟拍了龙皇湾似的，这不疯了吗？这不，叶总，快把人送医院吧，这小子没救了。是。清欢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叶小姐，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最后几秒钟，马上龙城的未来中心就是我们的了。插播一条重磅新闻：7月25日下午5点，龙城宣布将城市重心转向城西，以城西著名烂尾楼清水岸立派为和平重建城西。清水岸将成为龙城未来中心。清水岸，龙城未来中心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屏幕出问题了，主持人快把这破东西修好。我们刚刚跟龙城方面证实过了，新闻是真的，清水岸真要上天了。不是，这拍个烂尾楼，还真成龙城未来了？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这小子只花了10个亿，就拍下了龙城未来。我们哪个出不去这10个亿啊？我也有10个亿啊！竟然纷纷走了眼，被这个送外卖的捡了漏。新欢，真的被你说对了，清水岸，你要赚翻了。不，叶小姐，是你力排众议，给了我10个亿，我要感谢你。还有你们，要不是你们把这个一夜暴富的机会让给我，我怎么可能拿下龙城未来呢？待会儿大家别走，我给大家发大红包。滚！没想到这个烂尾楼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要不然清水岸就是本少的。先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你也不用在这得意，不过是让你捡了一次漏而已。我告诉你，你和你的清水岸一样，永远不是本少龙皇湾的对手。对，像你这种废物，再怎么逆袭，也不配给我们钱少提鞋。还在龙皇湾呢，时间不多了。你说什么？龙城方面消息，7月25日下午5点10分，为建设龙城未来中心，城西工厂集中迁至城东，原龙城帝王龙皇湾项目价值暴跌。这废物的破烂尾楼，竟然超过了龙皇湾！不可能，本少的龙皇湾可是龙城帝皇，怎么可能会暴跌？你赶紧让后台数据提下来，否则本少把你这给拆了！本少，这些都是客观价值波动，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会亏几百亿，你非要出天价，看吧，笑不出来了吧？还是要谢谢你啊，表弟，要不是你跟青兰抢，我们还躲不过这次巨亏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你敢阴我，我杀了你！
哎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么多大佬在呢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拦我！钱少，这投资啊有亏有赚，你不要太过激了。是啊，钱少，和气生财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坐下来谈谈后续合作呀。这事没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钱少，等等我！哎呀，1500亿，这才是真正的龙国帝王啊！不错，秦先生眼光独到，这可是一朝成龙，前途无量啊！什么秦先生？叫秦少。秦少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这块蛋糕这么大，不如我们合作。我现在马上认股50亿，如何？50亿就想参与龙城未来，我看你毫无诚意啊！秦少，我认股80亿，我认股85亿，我认股100亿。好了，各位大佬，清水岸的项目我让你们参与，但是只有500亿的份额，剩下的那1000亿的份额全都给你。秦欢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发过誓，我会100倍回报你，我说到做到。秦欢，谢谢你。怎么回事？龙皇湾竟然亏损了500亿，而且我还丢失了1500亿龙城未来中心，都是因为那个秦欢从中作梗，要不然清水岸就是我们前朝的了。还有你，说是不是你和那个秦欢串通一气，设计陷害本少？钱少，我冤枉啊！都是那废物神的计，不信任只有你一个呀！滚！丢了叶氏大权，你是死命！妈，这下我们怎么办？那个姓秦的已经把清水岸给分了，500亿分给了各大房地产商，1000亿分给了青蓝，1500亿他都给分了，真是个蠢货！你懂什么？1500亿跟叶氏相比，半个屁都！哼，他这是在拉拢人心呢。哼，通过讨好叶青柔，最终拿到叶氏大权。这个送外卖的城府居然这么深，我也没想到，原来他不简单呢。好啊，那我就去会会他。走，去青蓝。这次多亏了叶总您高瞻远瞩，才让我们青蓝化险为夷，因祸得福啊！叶总，我可受不起。你们这些股东不是已经罢免了我的青蓝总裁职务吗？叶总，瞧您这话说的啊，青蓝可是您一手创立的，我们何德何能有权利罢免您呢？所以你们怎么说吧，青蓝总裁之位，我是不会再继续做下去了。青蓝没有您怎么行啊？您别在这儿跟我们开玩笑了。我没跟你们开玩笑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让秦欢担任青蓝总裁之位。什么？你要让这个送外卖的做青蓝的总裁？不只是青蓝总裁，清水岸我也会交由秦欢全权负责。叶小姐，进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叶小姐，我这接小雨放学耽误了点时间。你来的正好，秦欢，我已经跟张股东说好了，以后就由你担任青蓝总裁之位。我做青蓝的总裁？对呀，青蓝可是我们叶氏旗下龙国巨头，他何德何能担任如此重任啊？何德何能？你难道忘了是他将清水岸交给我们的吗？没有秦欢，你们现在怕是已经跑到前朝去就职了吧？叶总，您这话说的，他是运气好了一点，不过没有您借给他的这10个亿，他连参加竞标会的资格都没有，何谈拿下清水岸项目啊？哎呀，说了这个决定做的实在是太草率了，青蓝不能这么交给他。
你搞错了吧？我是在通知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你如果还是接受不了，现在就可以提离职。我的好侄女，青兰换总裁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也不跟姑姑说一声啊？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刚拿下龙城未来中心，做姑姑的当然来恭喜你。叶总，您来的正好。叶总要把青兰交给这个送外卖的，您赶紧劝劝他吧。你就是秦欢，就是你设计我儿子，让前朝亏损几百亿，而且还帮青兰拿下了清水岸工程。不敢当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运气好罢了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呢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你不配跟叶家有什么瓜葛。这里10个亿够你挥霍一辈子，你可以走了。清欢，你别答应他。走。 10个亿啊！要搁在以前，我肯定就喜滋滋的答应了。但是现在，我还真有点瞧不上。你还知道你自己做什么吗？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你才是搞不清状况。1500亿我都可以让出去，10个亿就想打发我，不想让我做青蓝总裁的位置，可以啊，把你们前朝总裁的位置让我做。果然是个臭送外卖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虽然青蓝不属于我旗下，但是青蓝和前朝同出于叶氏，我不能让叶氏的财产让他人窃取。这个人不能再留了。叶董英明，还不赶快给我赶出去！够了，叶水，这里不是前朝，你还没资格做决定。跟我论资格，第一，我是你姑姑；第二，我是叶氏的董事。除了我，还有谁有这资格呀？你们俩那吵什么呀？你们俩那吵什么呀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家主，爸，你不好好的待在前朝，秦柔这儿干什么？爸，秦柔不是拿下龙城未来中心吗？我是过来恭喜他。可是没想到他也不知道犯什么傻，让一个送外卖来做青蓝的总裁。您说这不是胡闹？是这样，小伙子，我们又见面了啊！叶大爷，您身体还好吧？还好，还能活几年。啊，我耳朵不好使。刚才你们说什么？秦柔让一送外卖的当青蓝的总裁。哦，没问题，就让他当。什么？之前你出车祸的时候，要是没有秦欢救我的命啊，哎呀，这把老骨头早就死了。爸，您老糊涂了，这一码归一码啊。就算事情真是这样，你给他钱就行了，哪用得着让他坐这么重要的位置？家主请慎重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清水案是人家排下的，人家刚把这个项目给青蓝实业，怎么着？你们就忘恩负义的把别人踢出局？不仅如此，上次青柔飞机差点出事儿，也是靠秦欢才躲过这一劫的。叶水，飞机爆炸案的嫌疑人至今还没有找到，这件事儿你应该知道。我哪知道嫌疑人在哪儿？希望这个人能够主动自首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好了，现在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好，秦欢是青蓝实业总裁。从现在开始，秦欢是青蓝实业总裁。
恭喜你了，秦欢。哦，不对，以后要叫你秦总了。叶小姐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呢就是陪你们演个戏而已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我怎么做你们这么大公司的总裁呢？你以后叫我轻柔就好。秦欢，你就别再推辞了，这个位置非你莫属。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帮你。而且你现在已经身家千亿，总不能以后还要去送外卖吧？轻柔，那如果我做了青兰的总裁，那你呢？叶氏集团即将召开股东大会，选取新任董事长，我要去竞争这个位置。说起来还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把清水庵给了我，我可能还没有把握赢下这次股东大会。永安啊，听说你已经离婚了，怎么样？可以考虑一下我孙女儿了吧？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小钱，如果你担心你女儿的话，没问题。我们叶氏还是能够养得起这么一个小娃娃。不，叶大爷，那什么，这个东西不着急，我女儿还在家等我做饭呢。那我先告辞了啊。哎，爷爷，你看你还笑，你把秦欢都给吓走了。青柔，和你呀要把青蓝实业总裁交给秦欢一样，爷爷也是认真的。爷爷，你自从我车祸让你和他在一起，除了秦欢人不错，主要还是你是个女孩子，爷爷担心呐，斗不过你姑姑她。这次你得了清水案，恐怕他们会变本加厉啊。秦欢屡屡救我叶氏，你对他也有义，他呀，肯定是你这辈子能够安然一生的人。爷爷的身体啊，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了。唯一不放心的，就是你。爷爷，秦总，3天后中午12点，清水庵要举行开工仪式，你这个青兰总裁可千万不能缺席。我一定准时到。还有啊，我爷爷他说的事情，你认真考虑一下。3天之后，我等你答案。叶小姐这话的意思是？不可能，我一个送外卖的叶小姐怎么能看上我呢？别痴心妄想了，我还是让小雨过上更好的日子吧。收到。什么收到啊？真是个榆木脑袋。秦总，听着真不错，这下我真逆袭了，小雨再也不用受苦了。住手！住手！爸爸妈妈非让我跟他走。小雨别怕，爸爸在。林雪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秦欢，你别那么紧张嘛，我就是想带小雨逛个街而已。逛街？我看你是不怀好意，又想给孩子喂药。秦欢，刘俊已经死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？少在这装模作样。姓刘的是死了，你现在不是勾搭个姓钱的吗？钱少他，妈妈你怎么？小雨，这是鳄鱼的眼泪。秦欢，钱少把竞标会的事全怪在了我头上，要是不把清水庵给他，他就会要我的命。
求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救救我，把青水庵还给钱少吧。我说你怎么突然出现？原来是这个打算。不好意思，林雪，我已经把清水庵的项目给叶总了。什么？你竟然把青水庵给了那个狐狸精？怎么不装了？秦欢，刚刚是我太激动了，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你只要把青水庵还给钱少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你看看小雨，你难道不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？家，这个家在你给小雨下药、背着我出轨那天，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。放手，我们要回家了。秦欢，你就这么绝情吗？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滚开！秦欢，你个王八蛋，见死不救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样？他答应了吗？那个废物无情无义，没有中计。果然是这样，那就实施第二套方案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钱少，你放心，那钱家少奶奶，等你解决了秦欢和叶轻柔，拿到叶氏大权，我会让你如愿坐上那个位置的。谢谢钱少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秦欢，你可别怪我无情无义，这可是你先对不起我的。爸爸妈妈不会有事吧？小雨啊，不用为她担心，祸害1000年，那女人死不了。对了，上一次我们不是没去成马代吗？这次爸爸带你去好好玩一玩。真的太好啦！那我们就这样定了，好吧？明天就出发，来。爸爸万岁！哎，走吧。唉，30年前的我呀，更大的危机要来了，希望你这次也能安然避过吧。小雨啊，这次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爸爸先把你放回去休息，等爸爸今天忙完了带你去见叶姐姐，好不好？好耶！秦总，开工仪式还有1个小时就开始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这次穿的可是全套西装，不会给青兰丢脸的。那我就等着看看秦总的风采了。好，待会儿见。老伙计，跑完这一次，你也该退休了。这是未来报纸。龙城时间7月29日中午12点，刚刚定为龙城未来中心的清水岸项目，于开工仪式后突然倒塌，多名员工因此遇难，其中包括原青兰总裁叶轻柔。还有50分钟，不行，我要立刻通知叶小姐，项目不能开工。秦先生，这是要给谁打电话呀？钱琦，闪开，我没有话要跟你说。爸爸，小雨，秦欢，我说过不会放过你的。林雪，怎么又是你？快把小雨放了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这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不想让你女儿出事的话，就把手机扔了，跟我走。不马上联系叶小姐让她停止项目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小雨她……看来这情人还是比女儿重要啊！先废她一只手。停下！我跟你们走，把孩子放了。这不就对了？请吧，秦总。
怎么回事啊？秦欢怎么不接电话？叶总，那小子还没到，眼看开工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可不能出什么乱子啊。他可能在路上，没时间接电话，我再催他一下。你不用再打了，他不会再来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他跟前妻已经复合了，俩人在酒店里正在翻云覆雨呢，不会来你这儿了。你胡说，秦欢他不会这样做的。我的傻侄女啊，他们女儿已经7岁了，人家才是一家人，复合太正常不过了。只是没想到他乐而忘形，忘了正事。不过我们人已经到齐了，用不着等他浪费时间。我们开始开工仪式吧。等等，时间还没到，不能开工。怎么，你还要等他？如果他一直不到，今天这工程就不开始了。这个项目是青兰的，暂时还不用姑姑你操心。我们等到12点。秦欢，我不信你会这样。叶总，真不知道那个送外卖的那个臭小子到底有什么好，叶总非要浪费我们半个小时，还是太幼稚了。就给他半个小时，让他长长教训。妈，外公今天为什么突然提起飞机失事？难道他已经知道那是我们做的？该死的老东西！叶金荣一日不成，永远想不起来我才是他女儿。不管他知不知道真相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您的意思是，开工那天炸楼？叶青柔，这一次你别想再躲过去。爸爸，小雨，你快放开他！你终于来了。你要是不想让这小东西出事儿的话，就别乱动。你到底是不是人？她是你亲生女儿，你为什么3番5次对她下毒手？你还有脸质问我？要不是你见死不救，不把清水案让给钱少，我何至于走到这一步？都是你的错。好了，虎毒不食子啊！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本少来做。说你的事儿。是先生。你们要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本少只是很好奇呀，叶轻柔为什么会看上你这个送外卖？哼，难道你还真有什么特长之处？所以啊，本少就想让你现场给我表演一下。金欢，眼熟吗？这就是我跟刘俊偷情穿的衣服。本来还想让你这可怜虫喝口汤的，可惜呀，被你给识破了。哎，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就想吐。你还装清高？要不是钱少有令，你这废物也配再碰老娘？金欢，如果不想让你女儿受苦的话，就最好配合一下，满足本少这点小小的要求。事成之后，本少就放过你和你的女儿。废物，快快喝了吧，给我们助助兴。还有25分钟，工地就要坍塌了，我不能跟他们耗着了。我不能干。我希望你们说到做到。兄弟，吓了一跳。金欢，本少知道你不会乖乖配合，所以在红酒里面下了最猛的春药，足够你守上1天1夜了。今天你哪儿都去不了。这次真是便宜你这废物！这么劲爆的场面，可得给叶轻柔好好看看。住手！轻柔啊，来来来，你好好看看，
看看姑姑我有没有在骗你。你一直等待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那小子竟然真的做出这种丑事，他现在可是我们青兰的总裁，这种事要是传出去，咱们青兰的脸面何在呀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秦欢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这铁证都如山了，你还这么执迷不悟？叶总啊，您贵为龙国的女神，龙国有多少青年才俊为您而倾倒？您真的犯不着跟这个渣男生气。轻柔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但是这个项目是我们叶氏未来10年的发展核心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耽误正事。好了，赶紧开工吧。那既然是龙城时间7月29日中午12点，刚刚定为龙城未来中心的清水岸项目，于开工仪式正式开始后突然坍塌，多名人员因此遇难，其中包括青兰集团总裁叶轻柔。不，你这废物竟然醒了，不过也好，这样更能尽兴。滚开！小雨啊，爸爸带你回家。你这废物竟然敢造反！吃了老子的药，我看你能跑哪儿去！你们都是坏人，走开！不行，轻柔绝对不能有事。什么？没事的，小雨。看来你这药也不是很管用嘛。居然对自己这么狠！他这个废物这么着急走，肯定是知道什么了吧？叶董，那废物每次遇到危险都能化险为夷，说不定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这个姓秦的确实有古怪，我看我们还是宁错杀，放过。老爷子已经盯上我们了，绝不能让他抓到把柄。你们俩想办法拖住秦欢，不能让他坏了大事。是，秦欢，我不管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，现在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已经把你和林雪的照片发给叶青人，他不会等的。不，你错了，我说过我会准时到，轻柔就一定会等我，开工仪式一定会准时开始。你错了，我跟他说我会准时到，轻柔就一定会相信我，开工仪式一定会准时开始。我发过誓，我会100倍回报你，我说到做到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等到12点，准时开工。怎么，你还要等他？既然秦欢说了会准时到，那他就一定会说到做到的。别傻了，我的姑娘，刚才你没看见照片吗？姑姑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，我也不知道秦欢现在经历了什么，我只知道，我相信他。你们谁都不要再说了。哼，秦欢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事。还有10分钟，还来得及。都给我让开！你敢跟我们动手？你这废物能有这胆子？反正我贱命一条，不怕死的，上来试试。我去把门开开。好。秦少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放心，他们走不了。啊！爸爸，你不要抓我爸爸！你倒是走啊！给我搜，我倒要看看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。
又是这个报纸，12点工地倒塌，叶轻柔遇难。钱少，这新闻和我们计划的分毫不差。原来这就是你这个废物能预知未来的秘密。龙洛，那报纸你是从哪儿来的？给我打好，今天必须把他的嘴给我撬开！爸爸，不要打我爸爸！你不说也没事儿，等到12点一到，叶轻柔一死，整个叶氏就都是我。恭喜钱少，你终于成为这叶氏唯一的继承人。对不起，轻柔，我救不了你了。住手！住手！秦琪，竟敢绑架秦先生！赵叔，我没绑架他们，是他和他前妻闹了点矛盾，我劝架呢。是啊是啊，你都是误会了。立刻放人！爸爸，秦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赵叔，快给秦柔打电话，工地要塌了！啊！还有6分钟，轻柔，快接电话呀！赵叔来了，我们要给叶轻柔打电话。喂，叶蕊，你干什么？我的傻姑娘，我就知道他事情败露之后又要打电话哄骗你。姑姑我是不想再看见你落入魔掌啊！叶总，叶董他是一片苦心啊，他做的对啊，你就别再跟这种人联系了。你们还想通知叶轻柔脱身，休想！电话断了。电话，叶轻柔现在好像接不了电话啊！肯定是你和叶水搞的鬼，我一定会禀告家主的。赵叔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小雨交给你，我去工地。赵叔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小雨交给你，我去工地。张爷爷，叶姐姐不会有事儿吧？放心吧，你爸爸一定会救回小姐的。5分钟，秦先生能赶得到吗？小姐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从这儿开车过去足足有10公里，现在已经11点55了，他能赶到工地，除非他会飞。还有5分钟，难道我真救不了秦柔了吗？老伙计，能不能救轻柔就靠你了。叶轻柔，这次辛勤的救不了你了。锦花，你会来吗？好了，轻柔，12点已经到了，开始吧。叶总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别耽误了计时。既然秦总有事不能出席，那开工仪式就由我代行。好，好。停下！轻柔，你这个废物！玉花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的脸，太好了，我赶到了，你没事儿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
你别这么抱着我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性情的，你已经误了我大事了，你还想耽误开工多久？怎么，你就这么巴不得你侄女死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，你比我心里清楚。哼，轻柔是我的亲侄女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出事？我也很好奇，一个你，一个林雪，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下这么大的毒手？要不是我送了7年外卖，熟悉地形，及时赶到，恐怕你的奸计已经得逞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在那埋了炸弹，只要中午12点一到，就会立刻爆炸。什么？轻柔一死，叶氏就是你的囊中之物，我没说错吧？叶董，臭小子！就算我反对你跟我亲侄女在一起，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吧？污蔑？你让钱琦跟林雪绑架我的女儿，给我下药，拖住我，妈，不敢认了。放屁！没想到真被这小子给赶上了。碰到危机，只有他睡觉。分明是你与前妻纠缠，误了开工时间。没错，你还污蔑我要炸死轻柔。可是现在呢，12点已经过去，工地上没有一点响动，分明是你在胡说八道。景欢，现在工地没炸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你们设置的炸弹是遥控的，遥控器信号接收范围很小，这个人一定就在附近，说不定就在你们中间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没有引爆炸弹。不，叶董，你不会那么傻，亲自去做这件事情。你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。不是我，张志远，是你，不是我，炸弹不是我放的。你要是没东西，干嘛这么激动啊？把口袋东西拿出来！等等，你别过来啊！叶董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这个疯子，随口乱咬人，你跟个疯子较什么劲呢？还不赶紧走！把引爆器交出来，老实交代，别少判你几年。快，不能让他咬出我们！杀人可是重罪，你只是从犯，没必要一个人扛。交代吧，我可以保你家人无忧。我交代，我交代，我都是听叶王八蛋！既然真的是你，秦欢，这帮你弄他这证明绝对不会有事。快点交代，让你全家死绝！都是你们逼我的。不是我干的啊！你们看到了。杰奇，你他妈骗我的！这个王八蛋杀了人还畏罪自杀！青柔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还记得，你今天会给我担梦。我爱你，傻瓜，我就知道，喜欢，我也爱你。青柔。
妈，叶青柔重伤抢救，叶天气急攻心，吐血昏迷。好，这次没炸死叶青柔，却因祸得福了，一下除掉2个心腹大患。这次看谁还能拦得住我！去，让消息传给各大股东，告诉他们，在股东大会上，我要执掌叶氏。是。对了，妈，这是从信秦的手里拿来的。没错。好啊，我说他怎么每次都能提前预知呢？原来有这种好东西。这次我们差点一锅里面。妈，我们不能再小看他了。盯着，看他还能搞什么鬼？秦先生，小姐醒了吗？没有，叶大爷，家主身体一直不好，这次更是气血攻心，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青柔不会受伤，叶大爷也不会出事。秦先生，要不是你，小姐已经被炸死了。要怪就怪叶水那几个畜生，连亲族都下毒手。可是张志远已经被灭口了，我们没有证据。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告你诽谤！你们竟敢到这儿来！叶青柔是我表姐，她现在昏迷不醒，我做表弟的总不能置之不理吧？我们跟秦花有事要聊，请你先出去。老爷和小姐被你们害得还不够吗？现在还想害秦先生？高叔，没事，我相信他们不是傻子，不会在这儿动手。如果秦先生出什么事的话，你们一个别想活着离开。秦花，之前是本少小看你了。这样吧，之前的事我们既往不咎，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混，我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。秦花，你看钱少多宽容大度呀！滚！这个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叶青柔和叶天马上就要死，整个叶氏马上就是我们前朝的。要不是因为你有那什么破报纸，本少才懒得跟你废话。果然，是为了未来报纸。未来报纸？那报纸真的能预测未来？你还没有领教到吗？把报纸的秘密都告诉本少，本少保证让你坐上叶氏的高层，身价1000亿，怎么样？樱花，这可是你翻身的大好机会呀，还不赶紧谢谢钱少？我谢他，你也配？进酒不吃吃把酒，这是自寻死路。这句话我也要送给你，他是要有半点常识。我豁出这条命，也要让你俩陪葬。走。不识抬举。钱少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叶心柔和那个老头子马上就死了，谅他也生不起什么功劳。你给我好好盯着这些，等1周之后股东大会结束，叶氏大权在握，再好好收拾这个废物。是，钱少。大家一起下飞机，一切损失，我叶青柔10倍赔偿。秦花，谢谢你，恭喜你了，秦花。哦，不对，以后要叫你秦总了。青柔，我求你了，你快点醒过来。钱少，那小子出来了。盯死他！要是他又弄出来什么未来报纸，立刻拿下。好。能不能帮青柔赢下叶氏，就看这次了。这废物果然又拿到了一张未来报纸。
怎么会这样？这下赢定了！只要叶天玉死，我看谁还能阻止叶董和钱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预知未来又如何？秦欢，你真以为你能改变一切啊？这次你和叶青柔那个贱人彻底输了。钱家少奶奶的位子是我的了。妈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叶氏上下，除了个别的几个老顽固以外，其余股东都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我。太好，只要那老头子醒过来，我们就赢定了。叶董，好消息，叶天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叶董，好消息，叶天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叶天虽然现在还没死，但也快了。你们看，上午10点，叶天去世了。这是我刚从秦欢手里抢来的未来报纸。再过1个小时，叶天就归西了。你确定这报纸是真的？钱少，就放心吧。那废物看到上面的新闻，直接崩溃哭了。现在叶青柔昏迷不醒，我们又获得了各大股东的支持，唯一的阻碍叶天也要没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下，我看谁还能阻挡得了我掌管叶氏？你们这群墙头草，既然都支持叶水了，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叶总好。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现在董事长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但是我们叶氏不能一日无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选出叶氏新任的董事长。还选什么呀？我看叶董您最合适了。叶董能力出众，董事长的位子非叶董莫属。放屁！我们叶总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董事长由青柔来做，我本来是同意的，怎奈何他也在医院，能不能醒来还不一定呢。你总不能让我们天天跑到医院去跟一个植物人汇报工作吧？啊，不用浪费时间了，就让叶董担任叶氏新的董事长吧。不错。我反对。不好意思，我喜欢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叶总，你终于醒了，再不来，叶氏真要变天了。看到我醒了，你们应该很失望吧？怎么会呢？看到你没有事儿，姑姑我是太高兴了。不过你这身体，我要是现在说我身体不好的话，你是不是下一句就要说身体不健康的人不能做叶氏的董事长？怎么会呢？不好意思，要让姑姑你失望了。我就是躺得太久了，有些气血不足啊。不好意思了，大家，我有些身体不适。接下来的会议就由青兰总裁秦欢带我参会。那么，开始吧。还有5分钟，老头就归西了。没有老头的支持，你们还是斗不过我。好啊，既然青柔也到了，那我们就开始选举董事长吧。在选新任董事长之前，我和我代表的叶青柔小姐想先提几个问题，可以吧，叶董？当然。第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女人身为母亲和妻子出轨偷情，为了情夫不惜去绑架自己的女儿，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出现在叶氏股东大会？这样的淫妇当然不配。很好。有一个人身为弟弟，为了私利不惜炸飞机炸楼，谋害自己的姐姐，这样的人
有没有资格出现在叶氏股东大会？这样的畜生也当然不配。姓秦的，这是股东大会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田少，我又没有指名点姓的说是你，那么激动干嘛？是吧？这个人你认识？够了，姓秦的，我们在选举董事长呢，你说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干什么？叶董，别急，就要到你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人姓叶，名水，为了叶氏大权，设计陷害自己的侄女和父亲。那这样的人，又配不配出现在叶氏股东大会呢？没人说话，我说不配。你们3个都可以滚出去。哼哼，哼哼，以你的片面之词，就想污蔑我们，就想偷走董事长之位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以为抱上叶轻柔就能上天了？你这样的废物才真不配出现在这里。我以叶氏继承人的身份起誓，秦欢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都可以作证，是钱琦亲手刺死了张志远。你们是一伙的，当然要维护他了。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群骗子，他们为了叶氏大权，什么样的鬼话编不出来？好，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，那我们就按股东大会规则来，开始投票吧。没想到这废物还搞这么一出。无凭无据的，谁会信的？这些股东都是我们的人，他们翻不了身。叶总，这些股东都被收买了，我们对他们不利，还是把董事长请过来吧。董事长暂时来不了。那就糟了。叶轻柔，姓秦的，我们可是公平的投票。看出来了，确实很公平。好，开始唱票。叶轻柔2票，叶水4票，2票对4票，叶水胜。恭喜叶董事长！日后还要请叶董事长多多关照啊！王八蛋！看来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的好侄女，我赢了。谁说投票结束了？还有1个人没投票呢。我知道你说的是那老头吧？按照股东大会规则，董事长1人持3票，如果他把票投给了你们，你们确实有翻身的机会。只可惜呀，他死了，永远都来不了了。你就这么确信老爷子走了？这未来报纸上都已经写了，还能有假？秦欢，这消息还是从你这儿得来的。叶董能赢得董事长之位，你这废物得立大功啊！谁说我死了？董事长，爷爷，这不可能！未来报纸上说，叶青石已经死了呀！难道这报纸？谁告诉你们这张是未来报纸的？青荣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！太好了，小姐，老爷也醒过来了。那群王八蛋，我一定饶不了他们。小姐，老爷的意思是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把叶氏的蛀虫先引出来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他们不是想要未来报纸的秘密吗？高叔，你去做一张假报纸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白高兴一点，这张是假报纸。假报纸？王八蛋，你敢赢我们！
哎，这话说的，报纸是你们自己抢的，新闻是你们自己信的，只能怪你们自己蠢。堂堂钱家大少爷，竟然相信这么离谱的事情。2、4，很好，我这一票投给我的孙女，5比4，叶轻柔获胜。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吗？好，那我就正式宣布，叶氏新任董事长就是等等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爸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总把最好的都给叶轻柔？难道你忘了我才是你的女儿啊？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叶水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，轻柔是你的亲侄女儿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，轻柔是你的亲侄女儿？你和你的儿子丧心病狂，一次次的陷害谋害我们的时候，你可曾想到，你是我的女儿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说的一句我都听不懂。外公，你不要听着别有用心的外人在这挑拨。你们在工地埋下炸弹，想炸死轻柔，事情败露之后让张志远刺杀，然后杀人灭口，还真以为没人知道吗？你这个混蛋，你还敢污蔑我们！外公，你不要相信他说的，他就是个疯子。张志远已经把你们犯罪的记录全部交代了，你们还不认罪呀？啊！张志远没死，这不可能！前妻，你涉嫌多起恶性犯罪，同犯张志远已经招供了，这是拘捕令。外公，爸，你是怎么了？求求你就饶了我儿子吧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！爸，静儿，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来，都一切都是姑姑的错，你找我来。把手放下，还冲你来！你要知道，你是主谋。叶水，你涉嫌多起恶性犯罪案，是 TL1414飞机爆炸案的主谋，你被拘捕了。放开我！把他们2个都给我带走。是前妻干的，是前妻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林雪，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林雪，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秦欢，但都是他们做的，我什么都没参与。你说的很对，什么炸飞机啊、炸大楼，确实没有你什么份儿。但是绑架小雨这件事情，总该是你做的吧？什么绑架小雨？林雪，你涉嫌一起绑架案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。秦欢，我不能做了，你就看在我是孩子妈妈的份上，你救救我吧，秦欢。你们这些人还真是挺搞笑的，为了利益可以亲人骨肉都不要，一旦出事儿就开始打亲情牌，道德绑架。我送你最后一句话：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进去好好改造吧。秦欢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秦欢。几条大鱼都被带走了，剩下的小虾米，你们自觉点吧。哎呀，董事长、叶总，是我们胡总被那个叶水给蛊惑了，我们愿意出让股份，退出董事会。董事长，饶了我们吧。叶总，求您原谅。
小晴啊，你刚刚还真有点群总的样子。哎呦，大爷，那个我呢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我在这狐假虎威罢了。我老了，没有虎威啦。我再第3次问你啊，你愿不愿意继续要这个小母老虎的威风啊？我愿意。你生，你死。欢欢，我现在带小雨在外面逛街呢，你手里还有钱吗？要不要我转你点儿？我这么一大公司总裁，还能没钱花吗？你们早点回来，别忘了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我们30周年结婚纪念日嘛，这哪能忘啊？好了，不说了，小雨找我。啊！你怎么了，青柔？先生，您是这个手机的家属吗？他们刚刚发生了车祸，全部遇难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要回到过去，再次改变一切。青柔、小雨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救你们的。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秦欢。